王兴那句2019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，还被人骂是危言耸听。可现在呢？让我们扒一扒最新的经济数据，看看2025年到底会有多惨。股市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 A 股市场又双弱挫，跌回3300点以下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前靠唱多出名的基金经理李贝最近发了篇文章，直接点破天机。我们说的多，做的少，巨大的预期差让外资望而却步。这话说的可真够直白的。再看看港股那边，情况更惨。恒生国企指数刚刚回到9月份会议前的水平，这2个月的涨幅全部吐回去了。中国的股市就这么不争气，连消费降级的龙头股拼多多都涨不动了，这可是什么信号？来看看拼多多最新的3季报，营收增速放缓，净利润增长乏力。你们发现没有，连主打低价策略的拼多多都开始喊要打持久战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下沉市场的存量红利都快吃完了。要知道，拼多多可是靠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杀出一条血路的，现在连他们都觉得日子不好过了，那普通企业的日子能好过吗？更要命的是教育领域的数据。2024年高考，你们注意到警校的分数线了吗？暴涨。有多少985的苗子放弃了名校梦想，转而报考免费师范生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找最大的确定性啊！你看看今年的国考，报名人数比去年暴增40万，甚至连条件艰苦的西藏岗位，竞争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北京、上海。废除科举都119年了，现在读书入仕又成了穷人唯一的出路，这不是讽刺是什么？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考研数据，今年报名人数直接少了50万，跌幅高达 11.4%， 这在过去20年闻所未闻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，读研3年搏一个高薪工作，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可能相当漫长的就业冰河期正在来临。年轻人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了，连拼多多这样的消费降级股都涨不动了，还指望什么消费升级？别忘了，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内部问题，世界局势风云突变，洲际导弹第一次用于实战，欧洲已经建议居民储备能量棒、碘片和罐装食品。2024年底挤出热战的烈度还在加大，2025年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南边？谁也说不准。要我说，明年最大的经贸冲击一定是川普 2.0。任正非最近的讲话可一点都不乐观，到今天也还不能说我们就能活下来。不要看我们今天和大家欢聚一堂，以为我们有伟大的梦想，不是，我们还在挣扎中。连华为都在挣扎，那普通企业呢？各位，你们还记得内卷、躺平、996、007这些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吗？就是从2018年的贸易战开始，这不是偶然的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最近刷屏的一个重磅消息。券商这帮经济学家最近可真是胆子大了，连傅鹏都不如高善文能说。你们看到他最新的演讲了吗？标题就很吓人，2025年是重要转折时期。还给出了一个光明预期，说2030年中国经济会回到正常区间。让我们来扒一扒里面的干货。高善文这次可是难得的实在，直接就指出官方经济数据造假。在国内这个环境下，像高善文这样还敢说真话的券商经济学家真是不多见了。那些国家圈养的经济学家就知道整天摇旗呐喊，看得我都替他们害臊。来看看高善文给出的第一个重磅数据，疫情后的年轻人困境。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哪个省份的年轻人占比越高，那个省份的消费就越差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年人有退休金保障，每年稳定增长还跑赢通胀，日子过得怡然自得，
天天广场舞不停。反观年轻人呢，收入预期暴跌，找工作困难，找到的工作跟预期差距还老大。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在干啥？天天关灯吃面。这个结论被市场总结成3句话：生机勃勃的老年人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。听着是不是特别扎心？再来看第2个数据，各省消费和省会城市二房价的关系。有意思了，疫情前这俩几乎不相关，疫情后房价跌得厉害的地方，消费也特别差。为啥？因为现在买房的主力是年轻人啊。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信心，他们消费越弱，买房意愿也越低。没有收入预期，哪来的消费能力？哪还敢买房？高善文还说了一个更要命的数据，在中国的经济数据里，最可信的是价格，因为这玩意儿最难造假。你看疫情前，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，消费增长还略快点。疫情后呢？消费增长比经济增长低太多了。再看投资，疫情前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差不多，疫情后经济增长居然比投资增长快很多，这合理吗？来个更劲爆的。高善文拿中国跟其他发生房地产危机的国家做对比，别人危机后3年平均增速下滑 7%， 中位数也得掉 3% 到 4%， 最少也得掉 2%。 中国呢，就跌了 0.2%， 这不是扯淡是什么？把物价、就业和 GDP 细分数据一对比，高善文得出一个惊人结论：房地产泡沫以来 GDP 增速每年高估3个百分点，这几年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。这么算下来，这几年中国的 GDP 增速连 2% 都没到。更狠的是，他发现就业数据失真的更厉害，光失业人数就低估了4700万。这个数字吓死人不偿命啊！高善文2018年在山西证券的一段话：我老了，也财务自由了，只能静观其变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，如果国家这一次走错了路，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。现在看来，这话说得太准了，让我想起那句老话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。生在开元天宝年间的人都以为盛世是常态，谁能想到最后死在安史之乱里头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？说起这个，我就想起上世纪80年代。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差，但那是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是一个从死亡边缘苏醒的时代。周有光老先生生前说过，他经历了清朝、北洋、民国到新中国4个时期，最难忘的反而是北洋时期对政治精英和平民的宽容。你说现在呢？中国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？说到这儿，最近的一个大新闻不得不提。川普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，最近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放了个大招，我都替某些人捏了把汗。啥大招呢？他警告那些想用其他货币取代美元的金砖国家，说要征收100%的高额关税。这一下可好，人民币立马就扛不住了，在岸价直接跌了374个点，创下4个月新低。离岸价更惨，一度暴跌380多点，跌到 7.2895， 创下7月以来的最低点。大家可能会说，不就是关税吗？但是你们想没想过，美国为啥敢这么硬气？咱们来对比几个数据就明白了。第一个数据，美国在全球消费品总额中占了 30%。啥概念？就是说人家说加关税就加关税，你爱卖不卖。第二个数据更吓人，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支出占 40%， 但拥有全球 50% 以上的顶尖科技公司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人家想卡你脖子分分钟的事。第三个数据，美国 GDP 占全球1/4，而我们的 GDP 含金量现在都被质疑。说到 GDP，
有个事儿必须得说说，我们现在可是有85%以上的外汇盈余是来自美国呀。你们想过没有，中国一直在吹的一带一路，结果从这些国家那儿赚到的外汇连塞牙缝都不够。要是美国真的搞100%的关税，中国的外汇存底得烧成啥样？更要命的是，我们每年还得给那些一带一路国家输血，这些钱都是用美元签的合同，要是供应不上就是违约。你说这不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吗？现在好玩的来了，眼看着这仗没法打，某些人开始鼓吹内循环了。不好意思说，闭关锁国就改个好听的名字叫内循环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这是个啥经济体？典型的生产型经济体啊！中国的工资水平、社会保障，几十年来都是为生产服务的，不是为消费服务的。这下好了，外需受阻了，想转内需，可是老百姓哪有钱消费？企业要么不赚钱，要么少赚钱，打工人要么996，要么失业，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吗？我给大家再爆个猛料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 1.9750%， 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市场对经济前景已经悲观到了极点。最后说个更刺激的，有分析师预测，明年人民币汇率可能跌到8。别觉得不可能，就以目前中美利率差来看，已经扩大到 2.2% 了。中美利率差越大，人民币贬值压力就越大。说句不好听的，现在不少专家都说，通过一带一路来抵抗全面贸易战，就跟小学生打大学生一样，完全是不自量力。就算把一带一路国家都拢在一起，那也是一帮穷兄弟抱团取暖，能抗衡得了欧美联盟。所以我估计啊，2025年真够呛。现在已经有不少专家在提醒，趁早准备过苦日子吧。大家看看周围那些关门的店铺、失业的年轻人，你就知道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